观之道为师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根据调查显示，30到50岁的人群占所有腰椎间盘突出患病人群的80%，而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从事体力劳动的多，腰椎受伤的可能性更大。而现在的年轻人长时间保持坐姿，不经常运动，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症。该疾病不仅会使患者表现出腰疼、下肢麻木等身体不适，随着疾病的加重，还会导致患者出现精神疾病，影响了正常生活。腰椎间盘对我们这么重要，那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会造成什么伤害呢？总结来说，会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腰疼，腰痛如刺，痛处固定，日轻夜重，轻者俯仰不便，重者不能转侧，面会唇暗，伴有下肢麻木疼痛，或有时短暂针刺感加剧。二是慢性和复发性腰痛及坐骨神经痛，也是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病人腰部板硬及紧张，可向左或向右突，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及抬腿至20度到40度时，腿的麻木感即加重。三是间歇性跛行，在行走时随路程的逐渐增加而感到腰腿痛发作或症状加重，因此被迫停止，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之后疼痛减轻的情况被称为间接性跛行。在椎间盘压迫到腰部的神经并牵扯到下肢时，患者自己可以感觉到下肢出现发麻发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椎管或神经根管在长时间行走过程中出现狭窄，神经根充血加重神经根管的狭窄或阻塞，导致椎间盘突出，导致椎管狭窄，亦或造成神经根或管侧隐窝的狭窄。四是感染，感染是较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危害表现，尤其是椎间隙感染给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带来的痛苦很大，恢复时间长。那么腰突都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呢？首先是寒冷刺激，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总有一大部分人群还穿得非常的薄，都是为了美而放弃了保暖，但这样就会让腰受寒受凉，刺激到腰部肌肉，让其发生劳损，从而产生炎症，形成此病。其次是职业因素，很多人因工作的原因总是需要长久的坐着，再加上某些人的坐姿非常的不正，就会极易使腰椎受到过大压迫，从而引发此病。还有就是姿势不当，长期保持一个动作不懂得变换姿势的话，就会让腰椎受到损伤，等时间一久，椎间盘就会发生突出。另外，有时人们突然扭伤腰部，或者不小心闪了腰，甚至夜间睡觉腰部受凉，都会引起急性腰痛，疼痛起来翻身困难，直不起腰来，非常痛苦。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可以很快缓解急性腰痛，就是用力掐按后溪穴，并慢慢转动腰部。此时你会发现腰居然能活动了，而且还不怎么疼了。后溪穴是手太阳小肠经的腧穴，有通于督脉，所以可以治疗腰痛，是治疗急性腰痛的特效穴。它可以透入皮肤产生活血、止痛、化瘀、通经走络、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等效果，具有析出速度缓慢、作用长期持久、局部疗效切实、方便、无痛等优点。对于后溪穴的按摩方法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的手掌微微握拳，在第5指掌关节后侧齿的近端横掌纹处就是后溪穴所在。而按摩方法则是顺时针方向压揉9次，在逆时针方向压揉9次，连做36次。除了后溪穴外，人体还有3处穴位也可有效缓解腰部疼痛。首先是腰眼穴，它位于人体腰部第4腰椎棘突左右3到4寸的凹陷处，经常按摩不仅可以疏通带脉和强壮腰脊，还能起到固精益肾和延年益寿的作用。按摩方法：两手握拳，用拇指掌指关节按紧腰眼，做旋转用力按揉30到50次，以腰酸胀为宜。其次是腰阳关穴，它位于脊柱区第4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后正中线上，对于治疗腰腿痛有很好的疗效。按摩方法：左手或右手握拳，以食指掌关节凸起部置于腰阳关穴上，先顺时针方向压揉9次，再逆时针方向压揉9次，反复做36次。最后一个则是命门穴，它位于腰部第2腰椎棘突下的凹陷中，与前其中的神阙穴相对，经常按摩可以起到温肾阳、利腰椎等作用。按摩方法：
右手或左手握拳，以食指掌关节凸起部及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方向按揉9次，再逆时针方向按揉9次，如此重复操作36次。注意，方法有很多，但一定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切勿盲目使用。学会了穴位按摩方法后，如果再加上下面的3个秘方，那恭喜你，你可以彻底告别腰疼了。1. 鲜鸡蛋加米醋。材料：鲜鸡蛋3个，米醋500克。用法：将米醋放入砂锅中，烧开后固入鸡蛋，煮8分钟后取出，研成末。从锅中取适量米醋调成糊，敷在颈部疼痛处至痊愈。2. 中医热敷秘方。热敷包主要成分：白芷、川椒、甘草。首先淋湿，将外敷包用少量白醋淋湿，等待片刻。其次加热，将外敷包放在微波炉中加热，中火加热3到5分钟，或者放在铝锅中用水蒸热，最后热敷。取出来后放在患处热敷，每次热敷40到60分钟。中医讲究标本兼顾，热敷具有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功效，能够有效消除神经根无菌性炎症和水肿，疏通经络，滋养受损的椎间盘，使其恢复原有弹性，解除神经压迫的目的。中药外敷能使药物透过皮肤表层直达病灶，发挥药物自身的治疗作用，从病根上解决问题。3. 鸡蛋清加白芥子。材料：白芥子适量，鸡蛋清1个。首先，把上面准备好的材料磨成粉末，接着用鸡蛋清调和均匀成药泥，然后抹在腰部疼痛处，敷1次就会有凉凉的感觉，很舒服，能止痛。腰椎病在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日常防护，不然再好的药也很难起到治疗效果。那如何做好腰椎间盘突出的预防措施呢？具体来说有：措施1，不要睡软床，避免过分柔软的卧具，注意卧位。睡觉时姿势不好，枕头过高，床垫过软，均不利于脊柱的生理弯曲度。现在认为质地较硬的棕垫或席梦思也可满足要求，应将被褥铺垫的松软舒适，以求最大程度维持腰椎的平衡。据调查，80%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非手术治疗及配合硬板床休息后，能明显缓解症状。措施2，减轻腰部负担，不长期弯腰。老年人尽量不要搬运力不能及的重物，搬运重物时注意先下蹲，再抬举重物，切勿直接弯腰搬运。两人抬物时注意相互提醒，同时抬起放下，要借助肩、膝关节的力量，防止扭伤腰部。从地板上捡东西时，无论物品轻重，都应蹲下再捡，站立时也要靠两膝支撑起来。措施3，不要长期久坐。长期从事座位工作，如长期伏案工作者、司机、工厂流水线工人等，腰背痛发病率高，因此坚持工作操或工作时间变换体位是很有意义的。坐椅子时最好能有靠背，同时脚下可以垫高些，使膝关节比髋关节高些。在高椅子上就坐，而脚下又无法垫高时，可以翘二郎腿，哪条腿在上面无关紧要，自我感觉舒适就好。盘腿坐时，臀下应加坐垫，因为席地而坐会增加腰部骨骼和肌肉的负担，勿长期坐太矮的椅子和又软又低的沙发。在这种坐具上，依靠的姿势会使脊柱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措施4，加强腰部活动。预防腰突最主要的措施是加强自身保护。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退又容易劳损，所以长期持续的腰部锻炼是非常有益的，如太极拳、扭秧歌等，简易变形，效果也好，自行按揉，扣打脊柱两侧肌肉，也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措施5，注意保暖。中医认为该疾病属于风寒之邪，容易诱发腰痛，因此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天气冷的时候，佩戴护腰是很好的办法。由于老年人骨骼中的矿物质含量减退，负重甚至站立时就会感到腰痛，因此要注意多摄取高钙食品，多吃蔬菜，多晒太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腰椎是生命之柱石，正常的生活离不开一个健康的腰椎，希望大家都可以告别腰突带来的痛苦。关注小关，带你长命百岁。